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刺猬头男生短发的修剪教学。在教学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他的头发长度呢比较长。那我们今天要帮他设计的是一个短发刺猬头的造型，让它比较多的线条跟清爽感。那在剪发之前，一样我们先围上剪发垫。那剪发垫的用意啊，就是可以让它这种比较细的头发避免跑到衣服里面。那因为剪发围巾呢，它一定会有一点空隙，所以细小的头发呢，还是用这种剪发垫的效果会比较好。然后在剪发前一样围好之后，来做喷湿的动作。利落短发的分区呢，我们一样先找到两边的头角跟后脑勺比较扁塌的位置，然后像它的头型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后脑勺是很典型的亚洲人的扁塌感，你可以看到我这样压下来，它这边基本上都是平的。那它的枕骨点呢，在耳朵对过来中间这一块的位置，所以啊，我们在修饰的时候，两侧的轮廓，我们先取它的枕骨的位置，再来找到两侧头角做分区。我们把顶部区跟下部区先分出来，那先把下面做修剪。在使用这种月牙夹，大家使用的时候可以先把头发顺着发流梳，梳完之后呢，只要轻轻的滑过来夹起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是6mm的公分套，那推剪的话，这个位置一样推到最底的位置。推的时候啊，梳子在上面先做一个简单的预留，然后把长度由下往上做去除的动作，然后到后部区由下往上。上面这边的角度啊，我先预留起来，因为这一块是比较容易凸起来的。然后头角也在这里，所以这一段一定要先做预留。预留的长度建议大家你抓2个指节，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，因为等一下直接做连接。那下摆这里就可以直接推到我们后枕骨的位置。好，都完成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公分套拿下来，我们直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，斜梳上来做去角。那斜梳去角的用意啊，是如果你是直梳的话，它会有断层；斜梳的话，它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柔和感。所以我们在做连接的时候啊，记得斜的往上去做连接。侧边6mm跟连接都完成，我们再换成3mm的公分套去做下摆的修饰。我们现在换3mm的公分套，修的时候把多余的长度慢慢的。有一点往外带，这个角度手有一点往上、往外做弧度的一个效果，这样外弧度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好一些。完成之后，再来把下面这边做连接，当连接起来，轮廓的利落感就会比较好了。然后耳朵这里往下压，用电剪侧边线这里去做修饰的动作。那我们侧边这样就完成了。那另外一边我们用一样的手法去做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两边长度都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剪的就是顶部区的长度。那顶部区长度修剪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长度的基础连接。连接的话，就是先以两侧跟后面为基本线，然后去做连接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拿出平剪刀，然后先把头发挑起来做修剪的动作。梳上来，看到这个连接的长度，直接做修剪，带到后面，一样梳上来做修剪，把这个长度轮廓先做修饰，先连接起来。连接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的长度比较长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换电剪去做去除的动作。那换电剪做去除，梳子斜线往上。你可以看到这边多出来的长度，直接做修剪，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多余的角度做去除，并且保留后脑勺的蓬度。修完之后，你可以看到后脑勺变得更立体了，对不对？像这样的感觉，不管怎么拨，它后脑勺都会呈现一个很饱满的状态。好，另外一边一样做修剪，顺着梳下来，梳子往上提拉，
做连接，先把长度都修饰出来。那这个位置用剪刀的原因是因为稳定性会比较高，如果电剪太大力或太多，这一块如果凹进去或剪到太短，就救不回来了。完成之后到前面，从两侧做一个圆弧度修剪。好，接下来要剪的就是顶部的长度以及刘海的效果。剪刘海的时候呢，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个分线。分线出来之后，我们先决定刘海要的长度。一般来说，我们要先看额头的宽度来做决定。像它额头算比较高的是4指，那一个基本短发的话，我建议抓在2指的位置，所以从这边做修剪。这样的话，它吹起来的利落感会比较好，又不会剪到太短。所以基本上额头的一半或者是2/3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效果，请你不要剪到剩1/3。如果只有保留这里的话，它会往上翘，会变得非常的短。好，我们预留2指的位置，我们先做修剪的动作，先把长度做修剪，然后这个修剪就可以用点剪制造出一点发尾末梢的锯齿感，让它不会是整个完全是平的。平的话看起来就会比较呆。这个长度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往两边做连接。好，长度导线有了，我们把上面放下来，然后这个时候站到模特的侧面，以导线刘海的位置往前90度提拉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前端的长度，对不对？顶部区多余的长度直接点剪修饰掉，然后继续往上做提拉，把长度做修饰，然后到后部区这里拉起来，去除这个长度。中间的导线完成之后，我们转回来站到它后面的位置，从两侧这里左右45度角拉起来，有没有看到这尖尖的头发？把它的长度修掉，把这个圆弧度修出来。这几个技巧修剪方式都是点剪，看到这里多出来的角度，直接点剪修饰，保留一个圆弧状的效果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拉起来，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尖尖的位置，点剪去除。都完成之后啊，我会再把刘海的轮廓稍微做修饰，让它变柔顺一点，制造出旁边短、前面长的效果。因为等一下抓起来这边高度一定会比较高一些，这样均等的长度就出来，而且又不会太齐太厚。那最后的动作就是来做打薄了。打薄头发的判定呢，你只要低下来，看到它头发没有任何层次，而且是很厚一片的那种感觉，就要打薄。那怎么判定不用打薄呢？就是你头发梳顺，你会看到它非常的虚，或者是直接看到头皮，这样就表示它发量不够，就不用打薄。所以最简单打薄的判定就是头低下来有没有直接看到头皮，如果看到头皮就不要打薄，因为发量太少了。那如果它头低下来，你会感觉它很厚一块。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 V 型打薄法。V 型打薄法之前有教过大家啊，从中心点左右剪一个 V 下去的效果。那怎么剪呢？我们顺着从发旋顶部区这里往前推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再往下一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。再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到最前面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样的修剪呢，它不会让头发有太多的断层跟锯齿，而且可以调掉不少的发量，让它达到更柔和的效果，不会说有了那种过度打薄、非常虚的感觉，就不会有了。好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从这边分线往前推，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每一层间隔一个手指，每一层都间隔一个指节，然后使用的是15% 的打薄键。好，你可以看到打薄完的头发，它拨起来的线条会变得非常的明显。然后后脑勺的区域，如果想要让它柔和感再好一点，大家可以由上往下压下来，发尾集中，在尾段这里轻轻的调一下厚度。
制造出发尾末梢的一个轻盈感。最后拿出小电剪，把轮廓修饰。好，小电剪把轮廓修完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拿出这种毛刷，找那种比较柔软的，这样轻轻的把头发都刷掉。不刷掉的话，头发粘留在身上啊，会很痒哦。好，整个剪完之后，我们最后帮它做个造型。那做造型的话，我今天教大家用大弯梳去做造型。大弯梳就是这一种。它这个是不管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，长头发打结一梳就顺，短头发像我这种造型或这种发型都可以适用。它跟以前排骨梳有点像，但是差别在于它里面的鬃毛设计以及它的空洞，可以让你很好的去做塑形。先把头发梳顺，那从上面这里直接往前再往后，这样往前往后的时候，我们稍微吹发根，吹2下，停留5到8秒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下一片，往前再往后，它这样就可以去把发根的位置支撑出一些蓬度，让它更有立体感。然后再来往前往后，慢慢的往前带，所以它动作是很简单的哦。它动作只要前后拉住，前后拉住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大家可以看到。它现在吹完的感觉，它头发就很多那一种，很像烫过头发那种线条感就出来了。那我先抓一点发蜡，然后再给大家看。然后抓发蜡只要这样前后拨一拨，那刘海拨起来，整个都均匀上完发蜡之后呢，往前推，然后两边稍微压一下。好，那这样这个造型就完成了。特写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像它这样的线条感就变得比较利落了。那从侧面看，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线条啊，它跟一般以往的比较薄的刺猬头不一样。你会发现它这样线条是很明显的，但是不会那种很虚虚薄薄的感觉。然后后脑勺的头型两侧这个弧度修饰下来，立体度就会变比较高。好，我们现在做最后重点讲解。我们今天剪发的部分分了2区，上区跟下区。那区域怎么抓呢？依每个人的头角跟枕骨的高度去做判断。夹起来之后，我们先用6mm修剪，再连接，连接完之后再用3mm修两侧。整个完成，我们先把头发梳顺。做一个长度连接，完成之后呢，先把刘海长度设定出来，刘海抓在整个额头的1半2/2的位置。完成之后，均等做层次修剪，然后再把两侧头角的三角形去掉，最后再做 V 型打薄，这样的造型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对今天影片内容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我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对今天使用的工具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的链接做购买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一个喜欢。这边附上 H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跟我预约。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